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连恩。那我们今天这集要干嘛呢？我们要来讲一下我们新的版本龙焰版本它的装备平衡性改动哦。那这一次龙焰版本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到有非常多的 PVE 的部分有削弱，包含一些比如说梦魇锤，或者是说守卫盔甲啊、佣兵兜帽啊，还有一些最大生命值降低的幅度跟怪物最大伤害降低幅度都有往下修正哦。主要就是要让大家 PVE 起来没有那么多。那会这样子的话呢，就我们猜测啦，应该是因为新的那个龙的金洞要上线了。那官方可能想要让大家没有那么好攻略这个地图，所以特别的把所有的减伤对怪物的，还有血量降低也是对怪物的，都把它特别调低了。所以这是我们值得去注意的地方。但是这些改动呢，其实不只影响到新的这个 PVE 的环境啊，包含各位，譬如说平常在打的金洞啊，甚至是固定栏，还有那个远征，这些其实都会多多少少影响到。但是，降伤害或降血量对玩家的部分是没有变，只有对怪物。所以这一次的话，大家可以发现针对性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哦。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装备改动环节。好的，各位，首先第一个被调整到的是我们斧头类的 W1 肾上腺W2才对，更正肾上腺素哦。那肾上腺素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势的技能，它有增伤，还有加速，它还有增加你普攻速度，而且最高持续9秒，非常非常的恶心哦。基本上肾上腺素开起来贴在人家懒觉上面，人家就没救了。那这次的话呢，官方也发现，因为近期雄斧有改强嘛，而且战斧本来就是一直以来都算是一个不错的 PVP 武器。那官方有发现到这件事情，而且斧头类近期，在连退坑的版本好像也有加强其他的部分吧。那官方就是特别发现斧头类有比较强势，所以来削弱它的肾上腺素。那新版本的肾上腺素呢？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在测试环境，各位可以看到它最下面多了一行，如果在3秒内没有直接造成伤害，肾上腺素直接完全结束。什么意思呢？以前肾上腺素你基本上有触发到它就会一直在，但是现在呢，你看肾上腺素开下去，用了一下，3秒之内没有造成伤害，肾上腺素直接拔布，直接不见，对，这是直接不见。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各位可能要再留意一下，就是变相削弱迷雾的 PVP 战斧跟那个熊爪斧啦。好的，各位，那下一个改动呢是这个火法的 W 啊，火法的 W1。我忘记在哪个版本有新增它的 W1 可以帮自身或盟友增加位移速度。那下一个版本开始的话呢，它就只能帮自己加速而已，它不能帮盟友加速。所以你到时候这一招放在队友身上，它是没有办法让你的队友跑更快。之前的话像是梦魇、火龙卷会用这一招让你的坦克直接去贴敌方嘛，也算是蛮靠北的，我认真讲。那其他的 build 搭配的话，我目前就以连恩浅薄的见识暂不清楚，但是应该是主要要削弱火法这一招在对方近战冲牌的时候的影响力啦。就我浅薄的了解是这样子。好的，各位，那下一个改动的是这个冰霜雪球法杖哦。那老实讲，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武器，但是感觉它的伤害或者说应用范围可能真的比较小。像是它的这个大招就必须要跟地形去做互动，大招如果这样子滚到那个地形的话，它会破开，然后会有额外的再一个伤害这样子。那老实讲，连恩其实在单人的环境下没有看到太多的这个雪球法杖啦，可能在其他地方偶尔会有用到，但是就以目前连恩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在用。官方的话在这几年也是有陆陆续续的 buff 这个雪球法杖哦。那他这一次的话呢，是改强了他的这个伤害。那这把雪球法杖的话，我不确定他这样伤害改高会不会还会有人要去玩。对，我现在就已经没有看到有人要玩了。各位可以也可以留言一下你们的想法，这把这样子改之后，你们会拿去玩吗？好的，各位，那下一把的话也是改兵法哦。那主要的话就是改这个单手兵哦，会有这个双动之风的这一把。技能都不见。13小有 bug 吧？好，不管，反正这个双动之风呢，它下个版本开始哦，它的 hitbox 就是冰冻的侦测范围会从小小的地方开始慢慢增大，就是它可能会从这里，然后慢慢的才扩大到它整个美术的图形，所以它应该是还没有做好啦，反正就是削弱它的范围跟那个冷冻的时间。对，因为这个单手兵法目前在迷雾里面的话，算是非常非常强势哦。
我记得这几个版本都有在改强啊，具体改强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我最近在迷雾也很常看到它。讲白话文就是它太牛逼了，官方受不了啦。OK， 各位，那下一个改动的话也是兵法的，但是是兵法的这个 W4冰霜长矛。那冰霜长矛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它其实冷却时间非常短。它如果不穿那个副手的话，应该是8秒啦，我印象中应该是8秒。对啊，8秒的话，它又是可以要怎么讲？你看，我可以就这样很自由的这样放，我可以边走，我是可以边走边放，你们知道吗？它是一个很灵活的技能。那官方也觉得说它真的可能有点太牛逼。你看我这样走一走，我可以这样直接回头，基本上人家看不出来你要干嘛，而且它这个射速又很快。那官方这次的话是降低它的伤害，来去减少它的威胁性，我是觉得还蛮合理啦。好的，各位，下一把的话是这个共人呐，我们的誓言守护啦。那以前的话呢，在迷雾可以看到这一把拿出来 PVP 还蛮有趣的，而且它这个盾超厚，厚到可以你直接开大上把。很有趣的一把武器。那目前的话呢，是因为官方想要强调它开大招之后啊的那个回血，所以后续啊，我记得它回血量应该是直接增大1倍，原本是基础30吧，后面直接变66，相当于是增加100%哦。那这个的话，新版本就会变成说，会更依赖这个誓言守护它的普攻来去回血。哦干，普攻一下就直接回200滴，这跟吸血翼有什么差别？特牛逼，感觉这一次这样改强，又可以再回到迷雾里面跟其他人对绑一下，我是觉得很有趣啦，很期待这把武器。好啦，各位，接下来是我们的老大陈星啊。那陈信的话呢，目前是针对他的 CD 去做减少啊，因为陈信的话，老实讲，现在在路上也看不太到啦。以前的话，在大家机动性都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它还蛮有用的。但是以现在的环境来讲，不管是哪一种系列啊，其实位移技能都还蛮多的。那陈星最怕就是位移技能，因为你把人家定在原地，人家位移走就好啦，对不对？所以目前的话，陈星官方是打算重做，挺好，是打算重做。但在重做之前呢，他先减少他的冷却时间，看看这阵子的反应怎么样。好的，各位，那接下来这一把呢是梦魇锤杖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缩小火龙卷的那个缩小。那梦魇锤的话呢 ，PVP 的部分大家不用太担心，主要是针对 PVE 的部分，就是它这个大招啊，减少生命值对怪物的话是只剩25%，跟原本的40%有蛮大的出入的，就是像连开头也说的一样啦，就是削弱 PVE 的部分而已。好的，各位，那下一把的话呢是这个这叫什么原路法杖吗？还是什么法杖？就是有一只鹿会冲出来的灾祸法杖。那这把法杖的话呢？使用上通常只有 ZVZ 或者是说打那种阵营战的时候会看到。那以前的话呢，这个路是从你的前方直接这样出去，所以释放者还要释放之后再往前走才会回到血。那现在的话，它优化了这个部分呢、啊。你现在放大招之后有没有？它会从你放位置的后方3公尺开始，也就是说，基本上你那个大招贴着你自己放，也是可以去吃得到这个回血的，算是小优化了，我觉得很不错。好了，各位，下一把的话是我们的老朋友咯，德鲁伊法杖啊，不管是单刷还是打团，以前会有人在用，现在没有了。那官方的话也是冲着这句话来的啦，因为以前的话，像是我印象中，我记得红门最一开始出的时候，德鲁伊法杖特别猛，因为它可以种菜嘛。现在的话，可以种3颗了，以前的话只能种2颗。你看我现在1、2、3，哦，我可以种3颗，超爽，大奶一波。那种1颗的话呢，冷却时间好像还是一样。种1颗的话是20秒，第2颗的话好像也是20秒。那你种第3颗之后会有一个小惩罚，会变成30秒，就是你3颗都中的话，你的 CD 会变成30秒。然后这次的话，你的那个施法后摇变低了，让你可以快速的去中你的种子这样子。好了，各位，下一把的话是我们这个黑森棍哦。黑森棍的话，就跟我们今天影片的主轴差不多。也是削弱 PVE 的部分，对 PVP 的话，它减少了这个伤害还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是对于 PVP 的话呢，你的那个减伤啊，下降了，我看一下，8324下降16%，很多真的下降蛮多的。你对人的话，最多还是你碰到人的话是直接40%，但是你碰到怪物，你还要慢慢叠最高25这样子，24。对，所以官方是铁了心要去削弱这个大型 PVE 的环境啊。OK， 各位，那下一把武器呢是我们的猎豹法杖哦。猎豹法杖的话，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从它一开始出的时候，在迷雾 PVP 就已经非常强势了。
那目前的话呢，就是有针对它变身之后啊，变身之后这个普攻，它的被动伤害有去提高。它每一次去扣血的那个伤害，从原本的基础7变成8，那最大的话是从35变成40，反正就是做一些微调啦。幅度应该是15%左右吧，12%到15%左右，就是加减这样子。但是呢，有去削弱一个东西，就是它变身之后，它的 Q， 你现在 Q 一次，你没有办法马上再 Q 出来，你会需要等大概 1.5 秒左右。它原本是 0.8 秒。后面会变成需要 0.5 秒，1.5秒左右，反正就是减少它的那个瞬间击杀的那种机动性那种感觉。好了，各位，那下一把改动的是这个全套类哦，全套类的这个 Q2 龙月，在龙月没有被削之前呢，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主流的全套位移技能啊。但是后来的话，我印象中好像是被改成4秒吧，对，然后伤害也有被下降，对，然后。后面就慢慢没有人什么在用，我记得那时候刚改完，大家都换这一招，对啊，到现在的话，大家会换这一招，还蛮有趣的，就是它的那个环境不断在迭代啊。现在的话，因为官方是算是修正 bug 啊，也没有对它要特别去加强或干嘛的，反正就只是改低它这个，你 Q 完之后，如果你不用第2段，那它这个冷却会变成 0.5 秒这样子，但是它也有改一个东西，就是。你 Q 完之后，原本是2秒内可以再用下一段，现在的话是 1.5 秒之内就要用了下一段，不然的话它就会进冷却。这样算是优化吗？应该是鼓励大家这个 Q 就只用第1段而已吧，对不对？因为你看你 Q 如果只用1段的话，1、2，大概2秒，就一个，但是你前提是要打到人。那你如果用2段的话，你的冷却是7秒，所以官方这样改的话，应该是然后大家都用这个 Q， 就是用这个 Q 的状况下，你只 Q 1次啊，我猜应该是这样子。好了，各位，下一个改动的是我们这个佣兵兜帽。佣兵兜帽的话，它有个版本有新增吼到人会有减少伤害。那这一次影片的主轴就是削弱 PVE 的环境嘛。那后续的话，它这个降伤害啊，对人应该是一样，但是对怪的话呢，从原本的30下降成了20。对，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官方的意图啦。所以这种对怪减伤应该是都会被消。像刚刚那个黑森棍也是啊，黑森棍可能会想说奇怪，好像没有看到有人在用，但他其实打金洞最后那个贝德威尔结世的时候会用，应该打那个龙最后面也会用啦，因为他这个减伤真的是挺牛逼的，通常是主坦或副坦会带。好的，各位，那下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开头有提到这个守卫盔甲，守卫盔甲的话，它其实也是 PVE 的环境非常多主坦喜欢带的，因为你有没有看到它第2行有写一个第3行啦，使全部受影响的敌人造成伤害降低。那目前的话呢，原本是降低60%嘛，对不对？但是改完版之后，它直接对怪物的部分啦，会变成降低25%，就是直接大砍了35%。你原本可以减少怪物60%的伤害，只能变成25%，可以想象到那个幅度多大吗？真的超大的。但是你对人的一样还是减少60%了，所以官方这次真的是铁了心哦。不知道对全新 PVE 的部分会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啦？对，因为我自己没有在接触什么大型多人 PVE 的部分，可以，大家平常有在接触的，可以在下面讨论一下你们的想法。然后另外一点，我想要跟大家顺便讲的就是，这个守护生命药水就是复活药水啊，现在有图案了，还蛮好看的，真的还蛮好看的。而且，那个什么新的那个鱼也有图标了，我给各位看一下，跟各位分享一下。啊，鱼在这里，各位可以看到吗？在那个远古之地的鱼叫做灵分鱼啊，真的很漂亮就像那种日本的鲤鱼一样，很有趣啊，真的很有趣。然后还有个东西就是龙的图案出来了，在这里，各位有看到吗？也很酷但是我觉得它可以把那个图片做得更大一点啊，雄壮威武。那把一只龙放在这里，很像玩具模型。好了，各位，那这就是今天的这个装备平衡性改动啦。那一样老样子，如果连恩有说错什么地方，或者是说有什么部分你们是还有想要讨论的，都欢迎在下方去做留言。因为连恩作为一个单人玩家，老实讲，并没有办法玩透所有 RPN 的内容哦。那有些部分的话，可能还真的是会需要各位再分享一下自己的意见。那连恩自己也想要长长见识这样子。那我一样会把这个版本改动的链接贴在那个资讯栏，那各位想要看的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那这是今天的影片咯，大家拜拜。